奇怪，为什么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没有这些功能可以使用？那我敢说，如果当年我也有 Notebook LM 的话，我在学校的成绩一定会好很多，或者至少在我读书的过程啊，那个痛苦的程度会大大的减轻。黑道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个我觉得超级强大的 AI 工具 Notebook LM， 因为最近有些更新让我觉得蛮值得重新再来做一些教学跟介绍。那我特别认为，如果你今天使用 AI 工具的模式是在这些研究啊，还有学习的这些情境的话，那我认真认为 Notebook LM 可能是目前最好用、最强大的工具，而且甚至可能可以取代其他所使用的 AI 工具。最近这个非常大的更新，我觉得多了2个算是蛮炸裂级的功能。那第一就是它在语音生成的地方支援了中文，那这个就是它中文语音对话跟 Podcast 都可以直接生成。那第二呢，就是它有专门自己的 APP 上架，那这个不管是在 iOS 或是 Android 都可以让直接去下载，它的功能就会更全面，使用起来就会有这种更第一方的感觉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会来教学啊，跟大家说怎么使用它，整个界面的操作啊，你应该怎么去调整，界面怎么去理解它。那我们也会实际操作一些案例，让大家可以体验到它强大的实力。那最后我们也会分析一下免费版和付费版的差别。那开始前呢，我们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有一个 AI 的讨论群组啦，免费加入。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会把连结啊，或者它的这个 QR code 放在这边，大家可以再去参加咯。OK， 好，那我们直接开始来看这个荧幕界面啦。那你基本上就是有 Google 的账号就可以直接登入，然后搜寻 Notebook LM 就会进到这个画面。那界面上其实免费版和付费版它大同小异，基本上都一样。那我们目前使用起来得到整理的结果也都大同小异。那你一进来你就会看到所有你在研究的这些笔记本哦。那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新进来新要开始的话，你可以看这边有个新建的按钮，你按下去的话，你就会看到它进入这个画面。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去理解，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你自己整理好的一些资料，或者是你可能存在 Google 的硬碟啊、它的文件、简报，那甚至是你已经在上网找好一些资料跟连结，那甚至在 YouTube 的影片，你都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边。那更进一步啊，如果你这些资料都已经是其他的 AI 地方都先整理好的话，那你已经把它做成归纳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文字档案，你要直接复制贴上也是可以。那这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让你去上传，或者说去汇整你要整理的资料。那如果你都没有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哦，你不用去有那个概念说好像你要先整理好什么。如果你今天完全要让它直接开始帮你去搜索的话，那你可以点上面这边有一个按键叫做搜索来源。那你点进去，你这边就可以输入，或是你直接用这种很自然语言的方式去让它知道说你想要做研究或者想要理解的这些题材跟题目是什么。那这边它就会自己帮你去生成，去抓到你要的一些资料，或是说像我们使用免费版可能会有些额度的限制，你想要先请 ChatGPT 啊或是 Gemini 先去帮你做一些预先的统整、深度研究，然后把它都整理好之后再来输入也没有问题。那其实蛮多状况下我测试下其实并不太需要这样做。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些这些示范的测试。那我可以直接让大家看到说这个生成之后你的界面要怎么去使用它。那举例我现在想要买特斯拉的车嘛，那我想要去比较这个焕新版的3跟这个 Juniper 的 Y 两者的差距，那我就可以这边输入这些东西。好，那我这边就记得在 Y 的地方输入 Juniper， 让它知道是新的版本。好，那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一段字，那我也不用特别说什么。那我这边点下提交，然后这边它就会自己去搜寻一些这些资料的来源。那它会先预先搜寻10个左右，那你可以进来去勾选说，哪一些资料是你想要用的。那你如果全部都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选汇入。OK， 那这种时候你竟然就会看到这样的界面，它分成3块。那左边这边就是它所有引用的这些资料来源，它都会放在这边。那这边的话，你要去新增啊，或是在搜索其他的题材把它加进去，也都是可以。那中间这边呢，就会是它的对话视窗，你就把它当成它是针对这个题材的这些 QA 的问答视窗。那或者说你要做什么分析，你都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就请他帮忙去整理。OK， 那现在整理完，你就可以看到，像下面这边的这个问题对话视窗的话，它也会有预先帮你归纳完一些可能可以去做的一些提问，那你可以直接点下去，然后让他去做分析。那像我现在可能就可以直接打说，分析一些优缺点给我，然后他就会开始做分析，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开始去分析可能 Model 3、Model Y 这些差异啊、优缺点在哪里。然后呢，在下方这边可以看到有3个按钮，这新增记事、语音摘要还有新制图。那新增记事就像是你今天如果要做一些笔记，你可以把它打开来，那你就可以做说，你想要去加入什么，想要去加强什么。那可能在他分析的这些内容里面，你要抓一些重点出来，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比较想要这一项，把它放在这边；这一项把它放在这边。那你也不用自己去打字，就自己去归纳出来。你觉得几个比较事后要再来阅读或者去研究、去学习的时候需要强调的重点。那在刚看到第2个按钮是语音摘要，那你这边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生成这个语音对话在旁边这个 Studio 的这个视窗里面。
在这边，那你可以看到它生成的长度每次可能不太一样。那这次它依据着这些内容，它生成出来大约9分钟的这个对话。那它的对话是2个人去针对这些内容去做一些交谈，所以它的这个对话语言是非常的自然。那这一部分也是我个人觉得在 Notebook LM 里面最强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以来播一小段给大家听听看。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个很多人可能也包括你有点伤脑筋的选择题，就是 Tesla 的 Model 3跟 Model Y 到底要怎么选？这真的是个大哉问。对啊，特别是最近 Model 3不是有个换新版更新吗？如果家里又刚好像我们在 Mobile 01论坛上看到，那你有没有听到说他们的对话的这个语言是非常的自然？那如果英文版的话，它是更加的自然。那如果你觉得他讲的太慢，你今天可以去调整它的语速。那我觉得大概1.2到1.5倍是大概最刚好的。你可以听看到有位准爸爸 Fly High J 准备要迎接新宝宝了，哇，那这个问题就更实际，听起来就更加自然。那如果你要下载的话，你一样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可以慢慢的去听它，慢慢的去读它。那甚至是你今天要分享给，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课程的摘要的话，你想要分享给其他的同学，你可以直接把它分享出去。那你可以听得出来，它这种对话的过程啊，如果他们今天这种自然语言的这种讨论方式，那像是如果今天讲的是一个课本的内容，那或是一个学习的课纲，那我个人觉得这种对话方式的学习模式，对我自己的学习习惯而言是更容易去吸收出来，因为它是很自然，不是像在念课文的感觉，它可能是2个人自然的对话，然后去慢慢带到一些重点议题。那我觉得这种聊天式的方式会让我对一些重点更容易去记起来，因为我就不会觉得我好像是在读书或上课的感觉，就像现在很多人会去听 podcast 去学习他的新知识一样。那我觉得它生成的概念就很像这样。那更厉害的一点呢，如果你今天现在是使用的是英文版本，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其实现在英文版的语音部分呢，它有一个功能在他们当初发表的时候，现在已经有 beta 版本，就是你可以加入他们2个人的对话。那就是说你随时听到什么部分，觉得他可能讲解的部分没有那么理解，或者说这个部分你想要再多了解一点，那你就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说你要 interact。那这种时候呢，它就会自然去播放他们2个的对话。Welcome to the deep dive. Today we're. 那在任何情况，你可以按暂停，或是你可以按下 Join 的这个按钮。Oh hey, I think our listeners got something to say. 然后他就会说，如果你想要加入他们的对话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加入。Hey, I just pre-ordered the Model Y here in Taiwan, and I'm supposed to take delivery around June 20th. So just want to share that with you guys. Wow, that's fantastic news. Congratulations on the pre-order. That's exciting. June 20th isn't too far off. You must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Absolutely. And it's really interesting you're getting it in Taiwan. We've been looking at all the news and leaks, and it sounds like there might be some regional differences.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there's been talk about the turn signal stock potentially returning. OK， 这边就可以，他有提到嘛，我刚刚说我是在台湾订的啊，然后我预定了，我6月20号要交车，他就说，好像每个地方交车的版本有一些不一样的功能，因为现在 Model Y 好像美国、德国跟中国有3个地方在产，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小差异哦，这个就是他的猜想，所以听起来他废话稍微有点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对话起来是非常的真实。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输入的这些资料是一些课本啊，一些题材的话，那我觉得它在对话上面可以更加的精准，因为其实这些课纲的话，它就是非常的固定。那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再加入对话或是有些问题要去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话起来的内容是非常的好。那不像是像以前那种可能要读一本冷冰冰的书，或是你可能单纯听有声书那种比较单向吸收的方式。那这个是你可以直接问话，可以直接提问，然后跟他们对话。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在当初发表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超级革命性。那现在实际用起来，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这个功能就是比较可惜，现在在中文版还没有。但是如果你看到 Notebook LM 这1年来进步的速度的话，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很快应该在中文版就可以看到这个功能。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按钮，这边有一个心智图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点进去的话，你就看它会产生一个心智图。那这个心智图的话，我觉得就是它是用视觉化的方式去勾勒或是分析出来说，这一些他们这次所做的这些细节比较在哪里。那你看它就把它划分出来，Model 3的优缺点、Y 的优缺点、购买考量啊，这些规格、价格的差异，然后购车流程注意事项。那针对哪一项，如果你想要再更深入看它怎么去细分，那你就可以点进去。像购买考量，我就想点进去。那这种时候，它又非常细节的去说，像是预算、空间需求、操控性这些每一个细项都会帮你去分开来。那我觉得这种视觉化直接让我看到说，这样不用去看到很多密密麻麻的文字，我可能就针对哪个重点，我就直接去点选。那如果像这边可能等待 Model Y 换新版的部分，那我就点进去。
那这种时候，它又针对这个细项再去生成更多的细节内容给你看。所以不止刚刚的语音对话，我觉得它帮你把这种知识转换成这种听觉模式的吸收，你不要冷冰冰的一堆文字去读。像这个，我觉得新自主它也是一个很图像化的方式，就一眼就帮你做出这些所有的分类。那是不是超级的强大？就是它一个 Notebook LM 里面就划分出超多不同学习的方式，看你习惯什么，那甚至是全部一起使用。那我觉得在这些读书啊，或是这些整理资料、学习记忆上面更加的容易。那这样还不止，你在右边这个 Studio 的这边语音生成的地方，下面它还有多一个这个记事的部分。那这边你看它什么研读指南啊，你再点下去的话，它就会自己帮你生成一个学习的重点。这个里面可能它的测验的题目啊，它格式的建议，那一些重点的词汇都帮你抓出来。那可能如果你今天不是很了解的人，你点进去，你就觉得说，到底这些重点词汇，比如说换新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这个换字啊 ？Long Range LR 是什么意思？那对我一个可能整天在研究车的人，我非常一看就知道。那对于很多人而言，可能 LFP 电池是什么啊？这充电 CCS2 是什么？这边都可以直接帮你去划分出来。这个我觉得对你要学习一个新东西知识而言，超级的方便。那另外它还有一个简介文件的地方，你点进去，它就是一样，就是用这种条列式的方式去帮你规划出这些重点哦。那如果你要去看，把它当成笔记，或是浓缩这些重点起来，整理起来阅读就超级的容易。那下个部分常见问题，那这边就是它有很多 QA 的这些部分，它也是先帮你整理出来。可能针对这些部分不管是你自己或是在理解这些资料的人，大致上都会提出什么问题，它也可以都帮你先整理出来。那你看，我觉得非常直觉，像不同车型的差异啊，如果你是家庭需求的话，怎么选啊？油车、电车要注意什么？那购买流程、交车手续，它都直接帮你整理出来。那下个部分时间轴，那这个部分它就是帮你整理出，比如说这个车在不同年份、不同型号，可能有一些事件啊，它一些价格上的差异啊。那这个可能针对车型，这样看起来整理也蛮有用。但我自己想起来，就是我先前有试着输入一个历史课本在里面，那这个时间轴它就把这个每个时间线啊，不同的年份发生什么事情，也都先帮我勾勒出来。今天在读书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是，比如说你可能在看一个故事，那你看完之后，你想要去记得这些时间轴在什么时候发生，它就自己帮你整理好一个地方，可以直接进来看，说几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这种分析跟归纳的这种格式，有超多不同方式帮你去看，真的超级有用。那所以像我们要研究的这个题材，去了解的这个题材，就是一个比较简单啊，两个车型的购买建议。那我也没有事先为任何的资料给他，我也没有去做任何的整理，就直接让他自己去搜寻，帮我整理出来。那除了整理之外呢，他可以自己去生成语音内容，然后这种对话，然后最强的是这些全部都是互动式的。那他连你要怎么去互动，你要怎么去做笔记啊，这些研读指南，这些所有的东西，像是这个心智图对话，他都已经把这些功能预设给你，那你也不用再去想说你要怎么去叫出这些东西，它就全部做成按钮化，你点一下，它就自己帮你生成。所以呢，我真心觉得你这样使用之后，你应该会觉得说 Notebook LM 是一个超级强大的 AI 工具。那甚至如果你今天单纯是做这些学习辅助，不管是你自己在上课在学习一个内容，或是想要帮小孩、想要教小孩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帮你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好。那如果在这种学习的方面，有人是习惯这种吸收的模式，不管是视觉或是听觉的话，那这些他都已经帮你划分好，那甚至要考题他都帮你做好。那我刚上述讲的这些全部都是它免费版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这些所有的界面，那甚至这些里面生成的内容也全都是免费版本。那你可能会问说，那这种时候有没有必要去买到付费版本，或它们差异在哪？那其实我目前测试起来了，你看我这边有2个视窗，一边就是开付费版本，一边是开免费版本。那我觉得不论是它这个资料搜寻的部分，然后生成的这些内容啊、心智图，那甚至到它 podcast 的这些语音生成，免费版跟付费版我看不出或是听不出任何的差异。所以它在内容的品质上面，这2版本我现在目前得到的基本上水准都是一样的高，所以就代表免费版本就超级的强大。那付费的 Plus 版本多出了什么？我们可以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就是可能可以在研究的笔记本数量更多。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一些不是一直随时要研究不同题材的人啊，你100本也非常够用，你要不要到500本？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斟酌。那可以提供资料的来源数量也更多啊，然后每天可以对话的次数，还有语音生成的这个数量的差异。那其他像是可能回应的风格可以去调整，然后对话的长短，那更深度的研究功能这些等等，就是付费版
它会提供这些功能给你。但是目前我说真的啊，我觉得现在的 AI 工具非常多，那其实你有真的什么需要深度研究的这些资料，你可以同时运用 ChatGPT 啊、Gemini 或是 Grok 这些，都先帮你整理跟归纳好。可能深度研究的这些额度，你就在这些不同免费的 AI 工具上面都可以先去使用它。那把它们都归纳好、整理好之后，你再把这个统整好的资料再喂进来，那你就可以省下这个 Notebook LM 的免费的额度。那就这种交叉运用的方式，那也可以让它生成的内容更加精准，就是你想要的。那刚讲一个我觉得很大更新，就是它现在它的手机啊，不管是 iOS 或者它的 Android 上面都有它的独立的一个 App 可以让你去下载。那它的界面上也是算非常简单的，这个手边的装置就随手可得。那虽然本来就有网页的版本，那网页的版本我觉得也是非常强大，语音生成你要直接跟它对话，英文版的都还是可以直接做到。但是我觉得专属的 App 就是让你今天在更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去使用它，我觉得它的反应也更快，然后储存资料也更方便，一样可以直接在背景播放，就不会好像是开一个网页的这种感觉。那就真的很像是你可以变成生成一个自己想要听的 Podcast 的内容，但是它又多了这种可以互动的功能在里面。那 Google I/O 也是现在已经发表很多新的功能啊，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 Google 这1年来，我觉得光他们在 AI 上面每一个这些不同的工具，不管是 Gemini 或是 Notebook LM 上面的进步的速度，我觉得是非常的快。那市场上大家好像还是比较依赖型的，就认为 ChatGPT 就是什么都是用它或是最好的。但是我发现其实现在在这个非常高竞争的这种 AI 工具的这个时代，其实你可以多使用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慢慢去平衡这个市场，那这种时候也因为他们有竞争，很多功能基本上就是免费都给你。那这种交叉使用，可能现在这个环境算是非常好，大家在竞争，你可以免费去使用到很多不一样的工具，然后去比较它的差异，那得到最好的结果。OK， 那我们频道也会持续做更多的教学，那大家有什么兴趣或者想要问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或是进入我们的 AI 讨论群，大家可以去多讨论或是多提问。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教学影片就先到这边，那大家有什么想看的，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